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现在的时间呢是这个4月13的周六的凌晨哦。那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因为这礼拜的周二4月9号，我去参加这个 LG 的新品发布会，那来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 LG 这次它发布了哪些新产品哦。那为什么没有当天晚上就录呢？其实是因为那天我们的行程比较繁忙，我早上有去这个日立家电的发布会。那下午又去 LG， 所以扛了一堆大大小小的东西。但这次呢有一个插曲，就是说我扛了一堆摄影机，然后跟这个摄影助理到现场之后，以往每年的 LG 发布会都是可以拍摄的，但今年在我签到之后，现场的服务人员跟我讲说，今天这个 LG 的发布会的照片都不可以上传到 YouTube 上面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次大家就要看我。就是用讲话，然后配着他们一些韩国官网的照片去做讲述了啦。那也因为后来当天真的是弄得很累，因为他们晚上还有一个就是算是经销商吃饭的行程，所以搞到很晚。然后这几天都是超级忙。好了，那我就开始进入这个 LG 这次的一个新品发布会的环节吧。那首先 LG 的新品发布，我觉得分成3个重点啊。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小家电。那接着就是所谓比较大的冰箱啊、洗衣机，那第3个就是所谓的影音类的产品电视这样。那我们先从小家电开始讲起来，就是这次 LG 它有发布了一个这个，以往他们家除湿机就做比较大嘛，只要16、17、18、19公升这样子。那这次他们有发布一个12公升的小的除湿机，我觉得整体的造型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啦，就跟它大台的风格比较不一样。那同时，因为我觉得LG的小家电优势就是说，它的 APP 的操控是非常好用，基本上可以取代遥控器，所以就是有这样一台小台的除湿机，我觉得就很方便你一个人的房间或者是租房子就很好用这样。那第2个就是说，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晴空塔，其实就是吸尘器，再搭配一个扫地机器人，然后他们整个的那个集成仓会共用。那这个呢，就目前我也还没有实际体验过，就之后有机会再来帮大家做开箱。好，那我觉得接着就比较重点就是冰箱跟洗衣机的部分啦。洗衣机的部分，他们陆续会更新几款机型哦。那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功能就是说，在今年的LG 新品发布的时候，他们所谓新的洗脱烘的滚筒机型，它会加入所谓的自动充填洗剂的功能。那当然，在以往，我记得 LG 的13的 VDW 吗？还是 VAB？其实他们13公斤的这个滚筒洗衣机就已经有加入了自动充填洗剂。那这个自动充填洗剂就是说，你像以往洗衣服，你不知道这边，假如说我今天是装了多满的衣服，我要倒1匙的洗衣精，我要倒多少的这个柔衣精嘛？那这个自动充填洗剂就是说，你把就是几天的分量都倒进去之后，你每次加多少衣服，它就自己看这个数量去帮你加洗衣精。算是我觉得，以现代的这种，就是你说科技就发展到那么进步，为什么洗衣机不能聪明一点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要的功能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接着我要讲的是说，他们新一代的这个洗衣机啊，整个操作我都觉得非常的怎么讲，赛博朋克嘛，就非常的现代，就它整个的按钮界面都不见，就变成只有一个滚轮的旋钮，再搭配中间的一个显示萤幕。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按，不知道是不是触控的。但我觉得这样操作对于就是长辈来讲，可能需要时间适应一下。但我现场看，我觉得整个操作是蛮现代的，而且他们整个的外形啊，我还要讲一下。今年的整个的洗衣机跟冰箱的外形都整个改观了，就尤其是冰箱，它加上了怎么讲，有点像玻璃盖板嘛。就以往如果大家看我们频道看那个 BOSS 900的那个顶盖的那种玻璃盖板的造型，它现在也把它加入到了冰箱上面去，甚至还把它加到我那时候看还有冷气，旗舰级的冷气，然后做的很像，就是很像一个精品一样，就是它整个看起来的外观。都完全不像一台传统的冷气，然后 LG 今年的一个冷气，它的整个的外形也都改得非常，我觉得就是非常 fashion。这个有照片，如果我们家小编找得到那个韩国官网的照片，就放一些上来给大家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讲完这个，主要就讲说有新的除湿机嘛，小公升数的，然后讲说他们这个冰箱，还有洗衣机外观都大改进，然后那个洗衣机的旋钮。这个操作不一样，然后自动充填洗剂，
接着就来讲到一个最重点的，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新一代的电视。那首先呢，我最先看到的就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年度的 G4。现场展示的话，有展示一台83寸的 G4， 以及呢一台65寸的 G4 啊。其实整体的外观啊 ，G4 跟这个 G3是没有什么改变。其实印象最让我深刻，并不是亮度的改进，因为亮度的改进，其实你在每一年的电视上面都会看得到。我觉得第一眼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抗反光的感觉。就今年你说，以前我在看LG电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反光比较重，就亮面的感觉嘛。那今年给你的感觉是比较雾面吗？但是它在反光做到很低的时候，它依然还是保有很鲜艳的色彩。所以该怎么讲？就是如果大家要现在去看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的比喻是那种，你看三星它有出一款那个艺术画廊的电视，就是它在放各种照片的时候会那个，尤其是一些油画的颜料的色块，会感觉非常的逼真。但是我觉得 LG 的 G4 啊，像是那个三星艺术画廊电视的整个的进阶版。因为你一般你在放那些画作的时候，你的亮度要很低，它看起来才像真的。如果那个亮度太高的话，像那个三星的艺术电视，你亮度一高，它那个画面看起来就有点假假的。但是 LG 那个 G4 是你在看各种画面的时候，你觉得反射很低，但是它的整个亮度很高，颜色还是很鲜艳，然后那个低反光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如果今年度的 G4 有开始在各个地方展示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亲自的跑去看一下这样子。那这也让我很期待说，接着三星他们也在主打说，今年也是一个低反光的技术嘛，到底看起来会怎么样？好，那第二个要让我惊艳的其实是今年度的一个C4。其实 C4 当然大家讲说G4 或 G3 它有用上所谓 MLA 微透镜阵列的一个科技嘛，那C4 它没有用到，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哇，那它的亮度就会跟就是 G 系列差很多这样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年的 C4 啊，它在亮度的改进方面也是非常有感受的。那甚至其实我们现在店里面就已经挂了一台 C4， 如果拿它跟现在的 G3 做一个比较，那当然实际的感受怎么样？我在后面的也许我们在这个月底的影片就会跟大家讲说，就是目前 LG 的新电视，包含 C4 跟 G4 他们的一个看起来感受如何。那简单来讲，我觉得 C4 的亮度的进步是令人非常惊艳的啦。当然，其实 LG 他们也讲了嘛，就是今年度的 C4 跟 G4 都用上了新一代的这个，我记得 Alpha 11的电视晶片嘛，所以画质的提升也许也是因为这晶片所赐，变得更好这样子。但外观上面来讲，G4 跟 C4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。另外提一下就是说，在前一代的 G3 有人讲说83寸的 G3 是没有用上 MLA 科技的，所以他们会觉得说，这样会不会跟一般65寸差很多？那在 G4 这个世代上面，83寸到65寸，他们原厂都是用上了这个微透镜阵列 MLA 的科技。但是我现场看，其实83的 G4 在跟65寸 G4 比较的时候，83的 G4 在某些场景，我觉得就是整个白天，也许整个亮度的感觉来讲，83 G4 还是稍微暗一点点的。那就是等到时候一样有到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，这样就今年度的83 G4 它其实亮度还是没有像65 G4 那么的亮，但是我觉得感受就是差一点点，就是加上83 G4 真的面积很大，那样看起来的效果，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是非常过瘾。那接着讲到一般的这个 QNED 91、QNED 86。然后还有它其他的系列，我觉得今年最大的改动就是说，他们电视的边框做的比较不一样了。我觉得他们今年的电视边框也不是说做的很细，但是整体的感受来讲，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它那个洗衣机或者什么的那种，就是它的边条做的更好看，然后就是黑黑的，但是它的黑是属于那种也是低反射的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种稳重的感觉。这个没有拍照片，其实真的很难形容。但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今年的 LG 的这种 QNED 系列的电视，它的整个的外框，我觉得变得更好看，所以摆在家里面，我觉得是更有质感的一台电视啊。这样，那当然画质怎么样，就是等后续进来之后，我们再拍影片跟大家讲。
然后我觉得比较重点的部分就是在商霸部分 ，LG 他们讲说，他们今年会引进这个 S95的 TR 跟 S70的 TR。S95 TR 其实就是延续，像大家看 LG 的商霸，它其实跟三星一样，就三星有出什么 Q700C、800C、900C、990C 嘛。那 LG 它在韩国其实也是有出对应的产品的，那其实就是用这个数字去做命名。那前一代2023年的叫做 S95 QR。那原本我以为 LG 会引进前一年的产品，但他们蛮有诚意的，他们说他们今年会引进这个 S95 的 TR。其实它主打的就是说，它这个商霸像 LG 家都跟别人不一样，说一般的商霸天空声道都是在商霸的两侧，但是 LG 的话，它会做在中间人声的上方再做一个天空声道，有人说那个叫上帝之声。就我实际的听感，从前一代的也不算前一代，就是从 SC9这一款听起来，我觉得其实 LG 在天空声道的表现上面是非常惊人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音色调整来讲，就是因为我只有听 SC9啦，我觉得它的人声或者是整个感觉可以再厚实一点，就是空间感给的有点多，但是等到货或者是希望原厂有机会给我们提早测试，我们一样就把这个测试的细节跟比较一样揭露给大家听哦。那接着讲一下它比较入门款式的 S70 TR， 那这一款就是专门为他们QNED 系列去所搭配的。那这一款的特点就是说它价格比较便宜，那另外它可以搭那个单独的后环绕。其实S95 TR 它是直接后环绕，我记得就是绑定好一整组的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S70 TR 的话，它就要另外购买这样子，但价格还没有确定。听原厂说，像 S95 TR 的话，他们想定在3万多，那多少就不知道。但我觉得以价格来讲，旗舰级的机种，这算是还蛮有竞争力的。那就等之后到货一起帮大家做一个测试。哦，对，还要讲一下，就是在外观的部分啊。那个 S95 的 TR 它是没有那种，就是它没有跟 SC9 一样有跟电视连接的壁挂架，但是他们原厂有说这个连接壁挂架其实是可以通用的，所以他们在想说要不要把壁挂架引进来台湾做一个贩售。那另外在这个 S70 TR 的部分，它会附上跟 QNED 系列电视所连接的一个专门连接的壁挂架，所以整体来讲。LG 今年的一个商霸的阵容，我觉得算是完整哦。加上它跟他们电视如果有一个壁挂连接的架子的话，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壁挂电视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去壁挂商霸？因为你壁挂商霸就要打洞嘛。那万一你电视换得更大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商霸拆下来，然后再去挂，再打新的洞。很多人是不喜欢墙面有一堆洞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壁挂架连接的设计，会让消费者很喜欢，很想要去使用他们的一个。商霸产品，那当然他们的商霸今年度的一样有一个这个跟 LG 的电视有一个联动发生的，他们叫 WOW 吧，一个 WOW 的剧院的模式这样子。那我觉得以往的效果，因为 OLED 电视的，我觉得 OLED 电视的好像喇叭都做比一般 LED 电视来的好听，所以这样配起来，我觉得其实是更加分的这样子。好啦，所以最后总结就是说，今年度的一个，我坦白说。因为我早上我有看过日立的家电的发布会嘛，然后我下午是看 LG 的发布会。我必须坦白讲啊，如果家电产品你今年是还没有买的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等到 LG 的新系列的这个洗衣机、冰箱上市之后，你看一看之后才去做决定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整个外观感受跟质感真的是好非常的多这样子哦。我还忘记讲。LG 它有新出一个这个，它原本的电子衣橱也会做改版。那新的版本的话，多了一个这个蒸汽的熨斗嘛，就是它有一个小把手，然后拿出来之后就可以喷热蒸汽。然后当然我是属于比较直男的，我就不太知道这个喷这个热蒸汽有什么样的功能。我只知道感觉好像除臭蛮不错的，但他们有人说可以让衣服变柔软这样子，所以在题外话跟大家讲一下。但简单来讲，就今年的 LG 的新品，我觉得是让人非常期待的啊。就是当然电视也是很兴奋，但我觉得今年 LG 的一个新的家电，让我也是，就让我这种那么直男的人看也觉得说，哇，
这蛮炫的这样子，就我有新家，我会想要买这些东西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我觉得桑巴类的产品呢，今年会非常的有趣，因为像我们去年其实没有拍一个这个旗舰级桑巴的大比拼嘛，那时候因为我想说我拍的时间有点晚了，那我觉得应该等到今年真的像现在 LG 的旗舰也引进了嘛，然后 Sony 的18号其实他有讲说它一些旗舰产品也许会更新，也会有发布，加上三星今年新的一个旗舰产品，还有各家的旗舰产品，我们也许在今年的年中有机会做一个整个系列的大比拼跟介绍。那我是 Alan，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，那大家就期待我们接着这个月、下个月的一个 LG 电视的开箱介绍吧。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